我弟去台湾后完全断联了。这则帖子在国外社群疯传，引发全球网友热议，家人着急万分，崩溃怀疑台湾到底给他下了什么降头？为什么这么多外国人来台湾生活之后就死也不想回国？难道这座小小的宝岛有某种神秘魔力，让来访者集体着迷吗？一时间，外国人集体拒绝回国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炸开了锅，各国网友纷纷猜测原因。有的人开玩笑说，莫非是台湾给他们喝了什么奇怪的药？也有人认为，一定是被台湾的某种魅力圈粉了。家属们更是困惑又担忧，好端端出国，为何一去台湾就像人间蒸发，再也不愿回家？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背后的真相，看到底是什么在悄悄改变这些外国人的心？真的有巫术降头吗？还是台湾日常生活中藏着令人震惊的秘密？提到台湾，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壮丽的山川美景和让人口水直流的美味小吃。的确，台北的101摩天大楼，9份山城的怀旧风情，夜市里琳琅满目的小吃，这些对观光客都有强大吸引力。然而，让外国朋友们流连忘返，甚至赖着不走的真正原因却远不止于此。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爱上的并非观光宣传册上的那些景点或名菜，而是台湾平凡日常的点点滴滴。正是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像是一杯温开水般润物无声，却在不知不觉中深深打动了他们的心。试想一个场景，清晨的巷弄里，阳光斜斜洒落，巷口早餐店飘出热腾腾的蛋饼香味，机车缓缓驶过，留下阵阵微风。对台湾人来说，这可能是在地日常的平凡一幕，可在许多外国人眼中却充满了生活的美感与人情味。他们甚至给这种特有的氛围起了名字，称作台湾感性。这个源自韩国社群的流行词汇，专门形容台湾日常生活中那种温柔怀旧又真诚质朴的独特气息。昏黄的街灯下，一排排机车停靠路边，街角小吃摊蒸汽袅袅，老公寓阳台挂满衣服，巷口阿嬷和邻居聊着家常。这些我们看惯了的景象，在外国旅人眼里居然浪漫到让人一见倾心。例如，许多韩国偶像团体还特地来台湾巷弄取景，拍摄音乐录影带，捕捉的就是这种平凡又动人的日常风景。可见，台湾的魔力并不在浮华的表面，而藏在最平凡的日常里。他们不是迷上风景或美食，而是爱上了平凡日常。一位曾游历台湾的菲律宾网友甚至感叹，到台湾旅游是个错误，因为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深深爱上一个地方，甚至胜过自己的祖国。在这里生活实在太舒适了，一想到不能留在这里待上几年工作学习，就觉得遗憾万分。原来他列出了让自己不想离开台湾的10点原因，件件都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像是便利的代步机车文化，物美价廉的夜市小吃，丰富多元的自然景观近在咫尺，保存千年的传统文化随处可见，治安良好让人安心等等。对他而言，正是这些点滴累积出的生活品质，让短暂旅游变成了一场爱上台湾的邂逅。他笑称，来台湾玩真是个错误，因为我现在一点也不想离开了。这番真情告白道出了许多外国人的心声。台湾最迷人的不仅是风景和美食，而是生活本身。对许多外国人而言，台湾带给他们最惊喜的一件事，就是满满的安全感。不夸张地说，台湾的治安良好程度在世界上都能名列前茅。和不少西方国家相比，在台湾生活几乎不用担心偷窃、抢劫等犯罪日常发生的几率。来自南非的一位外籍教授 Justin 分享道，在他的家乡开普敦，半夜曾有人试图撬开他家窗户行窃，类似的治安问题屡见不鲜。如果你在南非街头随便问路人有没有人被偷过东西，可能大家都会举手说有。他打趣说，几乎南非人人都有被偷经历。然而他在台湾住了29年，东西被偷的情况几乎从没发生过。他由衷感叹，台湾的治安比许多西方国家好太多了。夜晚的安全感更让外国朋友赞不绝口。在台湾的大街小巷，深夜时分依然灯火通明，有些店家营业到很晚，路上行人也并不罕见。
一些外国女性受访时提到，在台湾晚上10点甚至午夜独自外出都不太担心个人安全，顶多留意交通安全即可。这在许多国家几乎难以想象，像是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女孩夜里独自行走是很危险的。在欧洲许多地方，天黑后街上行人稀少时，女性也会提高警觉。然而在台湾，女性朋友可以放心的半夜去便利商店买宵夜，下班晚了步行回家，不需要每分每秒提心吊胆。Justin 教授就举例说，在台湾，我很放心让我太太半夜一个人出去买东西，可如果在南非或美国，绝对不敢让她这么做。这番比较让人忍不住竖起大拇指，台湾治安之好，已经让外国人都羡慕到不行。更有趣的是，台湾人或许早已习惯了这种安全环境，反而不以为意。常有外国人发现一些现象颇为震撼，例如在台湾的咖啡厅或图书馆里，本地人常常把手机、笔电随意放在座位上就去上洗手间，甚至桌上摊开钱包也不怕被顺手牵羊。刚来的老外看了目瞪口呆，心想，天哪，在我们国家这些东西2分钟就不翼而飞了吧。他们惊呼，这简直像陌生人社会的信任实验，而台湾每天都在上演。还有外国游客半夜肚子饿，发现小巷里的自助洗衣店不但24小时营业，里面甚至放着投币零钱箱和洗衣粉供应，没有人看管，却不怕有人偷拿。这种社区互信的氛围令他们大呼不可思议。小孩一个人上学，深夜逛街无忧，这都是台湾治安良好的缩影。有些旅居台湾的外国家长感动地分享，自己在这里愿意让孩子从小学起就独自走路上学，搭公车去补习班，因为相信社区邻里会一起照看孩童安全。在他们的祖国，这样的举动恐怕要被其他家长投以不可置信的眼光。在台湾，安全感已融入日常，成为最被外国人称道的优点之一。当然，台湾并非完全没有犯罪事件，但相对低的犯罪率以及整体友善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外国朋友们住得安心，家属也能放心。他们发现自己在台湾不用担惊受怕，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放松。这种宝贵的安全感成了他们不想离开的首要原因之一。除了治安，便利舒适的生活机能也是让外国人念念不忘的台湾特色。有位南非籍的麦克先生在台湾住了6年，最近回国探亲时遇到一件小事，却让他顿时明白自己早已被台湾的便利养刁了。他分享道，某个周日下午，他和太太逛家乡开普敦的百货商场，正兴致勃勃挑选商品时，店员突然告知，不好意思，我们3点就要打烊了。麦克当场愣住，下午3点商场就关门，这对习惯台湾生活的他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旁边的加拿大朋友 Cole 也惊呼，要是在台湾，下午3点所有店都关门，恐怕会发生内战吧。他们半开玩笑地说，台湾人可是连凌晨都习惯有地方可以消费的，哪受得了下午就没处去。麦克深有体会的点头，在台湾就算半夜12点还能悠哉地走进超商买杯热咖啡，可回到南非，不仅商场关门早，很多餐厅晚上也休息，更别提便利商店根本没几间。台湾那种随时有东西吃，有地方可去的便利，让他回国后非常不习惯。他笑称，台湾的便利太恐怖了，回家乡反而像回到原始时代。这段趣事引起许多在台外国人的共鸣。原来大家早已对台湾24小时运转的便利系统上了瘾，再也回不去过往那种不那么方便的生活了。谈到便利，绝对少不了便利商店、超商。在台湾传奇般的存在，遍布街头巷尾的7、11、全家等超商，简直是无所不能的万能小店。外国朋友初来乍到，常常被超商的全方位服务搞得瞠目结舌。买东西、缴水电费、寄包裹、取网购、买车票、影印列印，甚至想来份热腾腾的茶叶蛋或关东煮做宵夜，在一间小小超商里就能全部办妥。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刊登专文，大赞台湾的便利商店文化，直言台湾把源自美国的便利商店概念全面进化了。在台湾，超商早已不只是买零食日用品的地方，而成了民众的生活生命线，仿佛家里客厅的延伸。很多在台的外国人幽默地说，有超商在，
感觉生活就有靠山。确实如此，当你半夜肚子饿，家里卫生纸用完，或临时需要列印文件，不用烦恼去哪里，楼下转角的便利商店永远亮着灯，店员笑眯眯的随时为你服务。这种24小时随传随到的便利，在国际上都是非常罕见的体验。有位英国游客分享了他初次造访台湾超商的趣事。那天他在街上闲逛，忽然听到音乐声从远处传来，以为是哪辆冰淇淋车经过。他循声追过去，却看到一辆印着回收标志的黄色卡车慢慢驶来，播放着熟悉的《给爱丽丝》。他顿时有点懵，冰淇淋车长这样。旁边的台湾朋友哈哈大笑，告诉他这是垃圾车，不卖冰淇淋，只收垃圾。原来台湾独创了音乐垃圾车，每天固定时间在街道穿行，提醒居民出门倒垃圾。这位老兄哭笑不得之余，索性跟着朋友一起体验，结果让他大开眼界。邻居们手提垃圾包围过来，趁等车的几分钟，彼此寒暄聊天，有说有笑，其其乐融。他事后分享道，在台湾倒垃圾竟然有点社交派对的感觉。垃圾车音乐一响，大家出门聚集，还能跟邻居拉拉家常，浪漫极了。他的描述让一票台湾网友又惊又笑，大呼天啊，我们天天赶垃圾车赶到心好累，居然有人觉得浪漫。甚至有台湾人吐槽，全台湾可能只有你喜欢倒垃圾，我们可是压力山大。但换个角度想，平日里觉得麻烦的倒垃圾，在外国人的眼里却充满趣味和人情味，这不正说明台湾日常的独特魅力吗？有人幽默总结，垃圾车是台湾特产啊。很多老外都对那音乐超感兴趣，甚至有泰国朋友、美国朋友都表示，第一次听到垃圾车音乐时，还以为有好玩的东西，结果发现是大家提着垃圾跑，场面既有趣又温馨。可以说，便利生活中的小细节都可能成为外国人眼中难忘的浪漫。除了超商和垃圾车，台湾的交通便利也让外国人赞赏。有旅居台湾的加拿大老师分享过，外国人喜欢台湾的10大理由之一就是机车文化。在台湾，满街穿梭的机车是独特风景，更是灵活便捷的交通工具。很多外国朋友觉得骑着机车探索城市和乡间是一种自由畅快的体验。无论是山城9份蜿蜒的道路，还是垦丁海边的海丰公路，都能随心骑行，感受风景。相比在自己国家得开车或转好几趟公交，台湾的机动性让他们爱不释手。另外，大众运输系统同样发达，台北、高雄的捷运干净准时，公交路网四通八达，高铁更是让南北移动轻而易举。许多外国人惊喜地发现，在台湾不用车子也能轻松到处跑。对比起他们国内某些地区公共交通不足，出行不便，真是高下立判。还有一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便利点滴，例如网际网路速度和费用。不少外籍人士提到，台湾的光纤网路又快又便宜，行动上网流量充足且资费低廉，这让习惯重度网络生活的现代人倍感幸福。对比某些西方国家昂贵的网费和网速龟速的窘境，台湾人在信息时代享受到的便利确实是物超所值。这些种种便利元素糅合在一起，营造出了一种高 CP 值的生活，花较少的钱与精力就能享受高品质、高效率的都市服务。对外国朋友来说，台湾的生活便利度仿佛打开了新世界，他们往往一边享受一边疑惑，为什么我的国家就做不到这样呢？当这些朋友因故返回自己的国家时，反而体会到了所谓逆文化冲击，也就是在台湾适应了便利生活，回家后对家乡的种种不便感到强烈不习惯。例如，有位在台湾住了6年的南非朋友，回到非洲后才惊觉原来要适应商店早早打烊的生活，甚至抱怨晚上8点想吃点东西却买不到，这在台湾根本无法想象。还有人回国后下意识早上跑去便利店买咖啡，才想起老家附近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不禁失落地直呼好想念台湾。许多人笑称他们已经被台湾宠坏了，再也回不去以前不方便的日子。这种强烈的反差更让他们深刻体认到台湾生活的美好，也更加坚定了重返台湾或干脆长留的决心。生活在台湾，外国朋友们还发现一项巨大的优势：高品质、
却负担合理的医疗与日常消费。在许多国家，看病和保健都是让人头疼的昂贵支出，但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和低廉医疗费用让外国人直呼不可思议。曾有位美国 YouTuber 莫彩希带身为医生的父亲来台湾看诊，莫爸爸肩膀受伤抬不太起来，他们就近在高雄一家大型医院挂号。短短20分钟内，这位美国老医生看了2个专科医师，拍了 X 光和超音波，医生还当场帮他打了一针治疗。最终结账时，莫爸爸心想，这么多服务，在美国至少得花上500-600美元吧。结果收费单一出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新台币2500元，约合82美元。他惊呼，这个价钱确定是在看医生吗？也太便宜了吧。要知道，在美国，光是拍一张 X 光片，可能就要收你100-200美元，找专科医师看诊，至少也是数百美元起跳，更别提还有超音波检查和药物注射。莫爸爸粗略估算，如果在美国，刚才他接受的这套诊疗流程费用至少上千美元，而且可能还得分好几次预约，等上几个月才能完成。然而在台湾，他1个上午就轻松搞定，而且花费少，得令他跌破眼镜。这位见多识广的美国医生连声赞叹，台湾医疗专业又效率高，最后感慨道，难怪台湾被许多外籍人士视为最佳居住国家之一。他还补充，自己在美国要约2个专科医师，恐怕得等好几个月，而在台湾半小时内通通解决，实在令他佩服不已。不只是重大医疗，对日常的小病小痛，外国朋友也深深感受到台湾医疗体系的方便与佛心价格。一般的感冒发烧，到诊所看医生可能只要几百元新台币，拿药快又便宜，牙痛去补个牙也远比他们国家划算。许多外国人在台湾生病就医过几次后，都会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甚至怀疑是不是收错钱了。他们开玩笑说，在台湾看医生的花费竟然还不如我们在国外一次高级餐厅吃饭的账单高。有些长期居住的外国人干脆自己掏钱加入健保，跟台湾人缴一样的保费，享受同等的医疗保障。他们表示，这点支出非常值得，毕竟换来的是世界一流又平价的医疗服务。当然，站在台湾医疗体系的角度，超低收费有其挑战和辛苦，但从外国人的观点来看，台湾医疗的 CP 值之高简直举世无双。除了医疗，台湾的日常物价在许多方面也令外国朋友惊喜，尤其是美食方面，台湾堪称物美价廉的天堂。夜市里一碗卤肉饭，几串盐酥鸡只要铜板价，味道却令人满意到起飞。路边早餐店来份蛋饼豆浆，吃饱也花不了多少钱。许多外国人出来台湾，被这里餐饮的亲民价格震撼。他们发现，在台湾可以天天上馆子，而不用担心荷包瘦得太快。相较之下，他们国内餐厅昂贵，一般人往往只在周末或特殊场合才外食。而在台湾，不论学生族还是上班族，下班逛夜市，假日约朋友大快朵颐都是平常事。这种随时享受美食的日常，让老外们羡慕不已。难怪那位外籍教授 Justin 在他的分享中，把美食列为喜爱台湾的第3大原因。他说，台湾的夜市文化独步全球，深夜想吃宵夜也有摊贩营业，各种小吃花样繁多。反观他在南非时，晚上8点以后几乎找不到地方买东西吃，餐厅也很早就打烊，而且价格高昂，不能常去。台湾的美食不仅丰富多样，更重要是平易近人，让人想吃就吃，毫无压力。 Justin 不禁呼吁，住在台湾的我们，请对台湾有信心，不要老是说什么鬼岛啦，台湾不是鬼岛，它是个美丽又幸福的岛屿啊。他的这番话引起无数网友点赞共鸣。是啊，当外国朋友都如此热爱这里的美食与生活，我们又何必妄自菲薄呢？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外国人在台湾久了，口味也被惯得刁钻起来。一旦回到自己国家，常常开始嫌东嫌西，不是嫌家乡餐厅菜色单调，就是抱怨水果不够甜，新鲜豆制品难寻，甚至想念起路边咸酥鸡的香气。有些老外回国没多久，就在社群上喊话，真想念台湾的珍珠奶茶和牛肉面。还有人特地跑去亚洲超市寻找台湾酱油调味料，只为重现台湾菜的味道。可见台湾美食的魅力有多大，足以让人大老远思念。
当初可能只是觉得新奇好吃，时间一长，台湾的味道就变成了他们魂牵梦萦的家乡味。这种吃了回不去的威力，恐怕也是台湾的一种隐形魔法吧。在探讨物质层面的便利、安全之外，台湾人情味与文化魅力带给外国朋友的心灵震撼，更是让他们流连忘返的重要原因。许多外国人表示，初来台湾时就被这里人们的友善与热情深深感动。一句需要帮忙吗？可能只是路过时热心的关怀，却足以在举目无亲的异乡温暖他们的心。不少老外回忆，刚到台湾不久，在街头迷路或遇到困难时，总会有善良的台湾人主动上前搭话，用自己仅会的一点英语比手画脚地给指引方向，甚至干脆带他们走到目的地。有位法国女生曾分享，她初到台北某次找不到旅馆，问一位路过的大叔方向，结果那位大叔不仅停下脚步，用手机翻译沟通了解情况，还陪她走了好几条街，把她送到旅馆门口，最后笑着挥手道别。这种毫无所求的善意让她受宠若惊，直呼太暖心了，台湾人真好。还有一位美国背包客在火车上不小心睡过站，错过末班车滞留小站，是当地车站的站长和几位乘客临时凑钱帮他叫了计程车，确保他安全到达下榻地。他事后感慨，在台湾素不相识的人肯为你做到这种地步，真的太不可思议，我仿佛遇到了天使。除了日常互动的友善，台湾的人情味更体现在处处有温度的小细节。很多外国朋友觉得，在台湾生活久了，和邻居、老板、摊贩、老板娘都能混熟，大家虽非亲友，却常彼此照应。有住在传统市场附近的日本太太说，每次她推婴儿车去市场买菜，热心的菜贩阿姨总会多塞给她几根青葱，还叮嘱她路上小心。巷口卖早餐的摊主早就记住了她喜欢的咖啡浓度，见她远远走来就开始准备。这些事情虽小，却让他感受到社区像家一般温馨。来自欧洲的年轻人也分享，台湾朋友邀请他参加家庭聚餐，过年围炉，大家把他当自家人招待，让他第一次在异国过节也不觉孤单。他感动地说，那一刻真的觉得台湾也是我的一个家。台湾的文化魅力同样令外国朋友着迷，这里有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绚丽融合，一边是高楼林立，网际网络发达，一边是数百年历史的古刹庙宇香火鼎盛。很多老外对此赞叹不已，白天可以参观宏伟的庙宇，看雕梁画栋，体验上香祈福的习俗，晚上又能走进城市最时髦的夜店，或去看电影，享受摩登都市娱乐。古今并存在台湾并不违和，反而产生独特的吸引力。外国人看到妈祖绕境、舞龙舞狮等传统活动，都兴奋地拿起相机猛拍，觉得新奇又震撼。他们惊叹台湾年轻世代一方面使用智慧手机，讲着网络流行语，一方面在重要节日依然回老家祭祖，吃年夜饭，把传统文化延续得有声有色。这种对文化的传承与包容，让他们十分敬佩。在他们眼里，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很强，社会因此显得团结有温度。这和某些西方国家年轻人渐渐与传统割裂的现象形成对比，也给了他们深思。另外，台湾社会的开放与包容也使不少外籍人士倍感舒适。这里民风淳朴，但思想并不保守，对不同种族、宗教、性向都相对友善尊重。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外国人在台湾找到了一片自由呼吸的空间，他们发现自己可以不受歧视地融入工作与生活，当地人对他们好奇但不带恶意，甚至很多年轻人乐于和外国朋友交流语言文化。更有一些来自较封闭国家的朋友惊喜于台湾拥有民主自由的社会氛围，言论自由、资讯开放，人民可以大声批评政府，也无需担心街头上能看到不同政见的游行，网络上各种议题都能公开讨论。这种自在坦然的空气让他们感到身心愉快。他们说，在台湾可以做真正的自己，这种无形的自由感也是诱人长留的原因之一。当物质层面的便利、安全和精神层面的归属、尊重交织在一起时，台湾带给外国人的感受就不仅仅是旅游，而像是在另一片土地上重新生活。很多人在这里交到了好朋友，爱上了当地文化美食，
甚至遇见人生伴侣，组成跨国婚姻家庭。对他们来说，台湾早已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异国，而成了心里的第二个家园。有些人原本计划短暂交流或旅居，结果一待就是好多年，即便离开了，也迟早找机会再回来。难怪那些家人们苦苦等不到亲人归国，因为对这些外国人而言，他乡已成故乡，不舍离去了。现在回到开头的疑问，台湾到底对外国人下了什么降头，让他们集体赖着不走？答案其实很朴素，并没有什么神秘巫术，一切都源自台湾实实在在的生活品质与幸福感。那些家属们担心亲人在台湾被洗脑或下毒，殊不知真正让他们舍不得走的是这片土地带给人的安心与舒适。台湾就像一位不张扬的魔法师，用平凡生活中的点滴细节编织出温柔强大的魔力。它让来自远方的朋友感受到安全、便利、美好、人情味。久而久之，他们心甘情愿臣服于这场魔法。这股魔力不仅征服了一个个来台的异乡人，也得到了全球的认可与赞赏。近年来，多项国际调查都显示，台湾在外籍人士心目中是名列前茅的居住圣地。例如，著名的 Internations 每年发布的外派人士生活指数中，台湾曾多次被评为世界最佳外国人定居地之一。在2021年的调查中，台湾更是连续第3年高居榜首，从生活品质、医疗卫生到个人财务和就业前景，都获得外籍受访者的高度评价。个人安全感和医疗健康更是拿下全球前几名的傲人成绩。即使在最近的2023年调查中，台湾依然稳居前段班，在生活质量分项排名世界第2。不仅如此，许多海外媒体也对台湾赞誉有加。纽约邮报在2025年初的一篇报道中称，台湾为外国人最爱的旅居地之一，盛赞台湾的友善环境与超高生活满意度。可以说，台湾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宝地，而是全世界外国人公认的宜居之所。而这种美誉靠的不是宣传炒作，而正是千千万万住在这里的外国人现身说法，用他们的幸福感受替台湾背书。回顾那些在台湾不愿离去的外国人故事，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爱上的往往是一些微小而朴实的事物。夜市一碗面线的暖味，黄昏市场里摊贩的亲切问候，台风天邻居相互提醒收衣服的关照，便利商店店员永远挂着的笑容，还有走在街上被礼让3秒的斑马线。正是这一件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组合成了台湾特有的生活图景，让人感到踏实而幸福。或许对习以为常的台湾人来说，这一切平凡无奇，但在外国朋友的眼中却是弥足珍贵的宝藏。他们赞叹台湾幸福感爆棚却不自知，甚至恨不得提醒每一个台湾在地人好好珍惜守护这片乐土。就像那位外籍教授的呼吁，请相信你们的家园真的很棒。这简单的一句话让许多台湾网友深受触动。最后，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那些家属们在看到真相后的表情。本以为孩子在台湾是误入了什么邪教，结果发现他只是过得太开心、太安心了，才恋恋不舍。原来这降头不是别的，正是台湾给他的满满幸福感。得知这一点，或许他们也会从不解转为理解，甚至亲自飞来台湾体验看看儿女口中这片神奇的土地。有不少例子显示，当外国人的父母家人来台湾探亲旅游后，也纷纷爱上了这里。有人爸妈来玩几周回国后直念叨台湾好，有的干脆计划退休后也搬来常住。可见台湾的魅力确实跨越国籍与年龄，让不同背景的人都能感受到由衷的喜爱。社交媒体上的热议终于有了答案，没有降头，只有真心。台湾之所以令外国朋友流连忘返，不是什么邪门法术使然，而是因为这片土地给了他们想要的生活，想要的幸福。当然，台湾并非十全十美，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然而，从外人的眼光看来，台湾的优点常常被我们自己低估了。在听完这些故事后，希望身为台湾人的我们也能重新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街角便利店的那盏灯，邻里间的互相关照，平安自由的社会氛围，以及一碗平价热汤面带来的温饱。这些或许就是幸福的来源，是值得我们骄傲和守护的财富。
真实原因震惊全世界。台湾靠的不是魔法，而是扎扎实实的人情与美好。当越来越多外国人为这里倾倒，我们更应该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同时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福尔摩沙，一同体验这人间烟火味里的动人魔力。毕竟有幸生活在这座岛上的我们，早已拥有令世界艳羡的财富，而这财富的名字就叫平凡中的幸福。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继续把这份幸福传递下去，让台湾永远是那个让人一来就不想走的地方吧。